大家好，我是牛美丽同学，我现在在淄博火车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坐山东最便宜的绿皮小火车去爬泰山，在山頂上住一晚最高最贵的酒店，一晚要花多少錢？又將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？走吧，現在出發。朋友們，我們已經進站了。今天坐的這趟火車7053次綠皮車，始發站是淄博，它的終點站就是泰安市的泰山站。我們大概需要坐4個多小時。現在綠皮火車也不需要兌換紙質車票了，所以我們等會兒直接拿身份證刷一下就可以進站了。旅客們，由淄博開往泰山方向的7053次列車已經開始檢票了。有乘坐7053次列車的旅客，請您整理好自己攜帶的行李物品，到檢票口檢票，5站台上車。03車。对啊，美女啊，随便坐，不是说这个坐。啊？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哦。没人。外頭給他拍。朋友們，我們已經上車了。坐這趟車的旅客人特別少，很多位置都是空的，所以基本上上車就隨便坐。雖然我們買票的時候，這個頁面提示我們這趟車是非空調列車，但是實際上我們進來之後發現它這個列車是頂上是有空調的，溫度還是非常舒適的。7053次列車是穿行於山東淄博與泰安之間的公益性慢火車，自1974年開行至今，全程約184公里。它最初專為鐵路職工通勤而設，列車蜿蜒於群山之間，一路跨越56座橋梁，穿越22座隧道，平均時速約40公里，是山東境內時速最慢的客運列車。在上世紀80、90年代，它成為山區百姓出行的重要依靠，被鄉親們親切地稱為“莊戶列車”。村民當時背着糧食，挑着擔子，扛着筐，坐這趟小火車到城裡面去賣自己的農產品，或者是自己種的一些蔬菜。所以這趟小火車也成為了很多村民最便捷，甚至是唯一一條出山的交通工具。隨着城鄉路網不斷完善，村民出行愈發多元。如今的7053次列車上，很難再見到背着自家農產品進城販賣的村民。火車車廂也從最初的12節縮減至4節。2015年前後，憑借慢悠悠的行駛節奏與沿途山野風光，小火車吸引了大量驢友和遊客，逐漸轉變為旅遊列車。你跑那個啥是就坐這趟車是吧？對呀，就是這個山的淄博。以前這個車不是這樣子吧？就是這樣跑。不是，它不是那會的手煤呀，不是？那時候煤可不是空調的。啊，不是空調的那時候。那空調得7、8年了吧？當年綠皮火車是沒有空調的，頭頂上一排風扇，全是拿風扇來乘涼，而且車上是沒有自助飲水機的。當年因為這個綠皮火車都要燒鍋爐嘛，所以熱水也是鍋爐燒的。那個乘務員提着這個壺出來問誰需要熱水，就給這個旅客倒熱水。幾年前，列車升級為空調車廂，並改用電力機車牽引，提升了舒適度，但票價保持不變。全程票價11.5元，最低票價僅需1元，非常實惠。因為很多沿線的這個站點啊，大部分都是一些村鎮，所以有一些車站它受條件限制，已經沒有售票設施了。所以你如果是從中間某一些站上車的話，是先上車再買票，就像公交車一樣。我之前看新聞說，這趟火車每年光成本就要虧損400萬，但是呢，它的社會效益是遠遠大於虧損的。因為這趟列車不僅解決了沿線村鎮的村民的出行問題，而且它現在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遊客來到這些村莊，一定程度上帶動了當地的這個經濟發展。所以這個列車呢也得以保留至今。如今，中國高鐵以300公里的時速馳騁山河，我們早已習慣高效奔赴，而這列公益慢火車以它溫柔的速度穿過大山，駛過平原，載着我們抵達了目的地泰山站。朋友們，在泰安站的廣場上，很多賣各種登山杖的。登山杖怎麼賣的，師傅？就
第一对也1塊一个，第二对2塊一個，1塊一個，2塊一個，3塊一個，5塊2個。哦，這種是4塊一個，7塊2個。好的，我们明天就要去爬泰山了。今天下午我们来简单收拾一下我们明天的装备。泰山顶上的温度是非常低的，而且我们又打算在泰山顶上过夜，所以呢，厚物资是必不可少的。当然，泰山顶上也可以租厚的棉大衣，但是呢，我10年前爬过泰山，租过这个棉大衣啊，那个棉大衣就是被无数人反复穿过，然后浸透了汗水。我当时穿上那个大衣，感觉就像钻进了无数个人的被窝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自己带厚衣服。我们这次准备了冲锋衣，还有加绒内胆，人肉背上去。除了厚衣服之外，我们去山顶上也希望能够拍到泰山的星空或者是日出日落。那么相机就是必不可少的，各种设备，充电器，给手机充電或者是給相機充電，再帶幾塊巧克力，在路上補充能量。除了補充能量之外，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要自備2瓶水。當然，如果不夠的話，我們要在路上再買幾瓶。最後就是女生用的化妝包、洗漱包都在這裡了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現在我們要把所有的這些裝備全部裝進登山包裡。哎，家人們，裝好了。這個包啊，我感覺得有10斤沉。不過呢，我並不虛，因為這個包不是我背。是陸總背。朋友們，我們現在已經到紅門了。這邊今天來爬泰山的人超級多，那邊就應該是紅門。這就是泰山對你的熱情歡迎。我真服了，家人們！我正在看地圖，頭頂上一坨鳥給我拉了一個屎。這坨屎還是新鮮熱乎的呢。你聞一下啥味兒啊？沒什麼味道。朋友們，現在的時間是10點58分，馬上11點了。我們現在要從這裡正式攀登泰山了。這是山腳下的物價，水2塊錢一瓶，冰棍是1塊錢一個。不是馬上到313了嗎？啊。313、365那個特別多。313是？313是王母娘娘那個生日。蟠桃會是吧？那得防着點，不能有孫悟空。吃着冰棍，唱着歌，出發。朋友們到1天門了，我冰棍還沒吃完呢，就這麼近的距離，真的。小小泰山，拿下！1天門旁邊有一個石碑，上面寫着“盤路啟功處”，也就是說，過了這個1天門，就要正式開始攀登泰山了。終於到紅門了。紅門前面的這2道石頭，測年在17.6億年，它是泰山在正山當中最年輕的石頭。從紅門一進來啊，路兩側有很多的石刻。我看過一些相關的資料，說是你把東西寫在紙上，那個紙很容易損壞，但是如果把字刻在石頭上面，就能比紙保存的時間要更久一點。歷經100年的風雨，還依然清晰可見。所以可見泰山啊，作為五岳之首，它確實繼承了或者說承載了很多文化底蘊在裡邊。遊客往上走，去刷身份證檢票，沒帶身份證的也往上走，去刷臉檢票。從紅門檢票進來的這條路，就是公園的休閒入門級別，還是比較輕鬆的。小小泰山不在話下。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登山檢票之後的第一個補給點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物價怎麼樣。什麼價格啊？3塊的，3塊的，這個5塊的。這黃瓜怎麼賣的？黃瓜10塊錢3個，這4個可以拼着拿。10塊錢啊，2根黃瓜，1個西紅柿。朋友們，你們覺得這個物價怎麼樣呢？哎呦 ，Cheers！
把2個幣投進這個大缸裡。哎，這2個幣是我們替你們投的。五福臨門，66大順。刚刚笑死我了。咋了？我刚刚那个上来的时候遇到前面有一个，光着膀子的帥哥，然後還有肌肉的那種，老帥了，你知道嗎？然後他一邊直播一邊往前走，被旁邊一個商戶的這個大姐喊住了：“小伙子，我這有背心兒，你要嗎？”哇，肌肉帥哥下來了，這簡直讓人離不開眼睛啊！哇，好帥啊！哇，你這也太帥了吧！你好。我先吧，感謝啊。我想問一下，你這練多久能練成這樣？8年？哇，那我是沒希望了。哦，家人們到蟲二了，這是文人墨客劉廷貴所立的。關於這個蟲二，我網上有查過一些這個資料，說這個作者劉廷貴來到這兒，看到這個泰山非常的壯美，風月無邊嘛，就留下了這2個字。但是呢，因為當時，皇帝在西湖邊上，在杭州那邊也留下了這個風月無邊，所以就不能跟皇帝寫一樣的，那麼就把框給去掉了，就留下了蟲二。所以漢字的這個博大精深之處啊。距離中天門還有2公里，這裡真的是有點上強度了。哇，大爺厲害呀，大爺！您這扁擔上得有多少斤啊？80來斤。我的媽，80多斤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這怎麼這麼多台階？登天之路哪有容易的？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哎。越靠近中天門這段路就越陡，我腿現在已經沒有勁兒了，感覺現在都是在咬着牙硬上。哇，家人們，階段性勝利啊！終於到中天門了。看一下中天門的價格啊。烤腸還是10塊錢3根，水還是10塊錢4瓶。藍色的那瓶能量飲料12塊錢，然後2瓶水的話應該是5塊，所以一共17塊。怎麼說呢？水的價格照山下來講沒有太大的變化，但是能量飲料還是會貴一些。煎餅捲大蔥15塊錢啊。咱倆吃一個吧。在中天門，好，先吃一個，如果不夠再來一個。來乾餅。乾餅，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從中天門的位置遙望山頂的南天門與陡峭的18盤非常震撼。現在畫面當中的這個是南天門啊。OK， 那麼我們看看它離我們有多遠。哦，南天門在那兒呢，我的媽呀！我們還要走好遠。前面我們一邊拍攝一邊爬山，其實走得很慢。從紅門到中天門就用了4個半小時，眼看着太陽馬上要落山，我們腳步逐漸加快了起來。這邊一面牆全都是各種石刻，還得是有文化呀。如果文化人留的字兒，就是文物，得保護起來。但你要沒有文化呢，你只會寫個誰誰誰到此一遊，那就是破壞環境了。都我在前面等你，現在你在前面等我。哇，我腿的肌肉在瘋狂抖。我靠，他自己在抖，我感覺又要抽筋了，可能。哎，朋友們，現在2條腿交替抽筋啊！剛才是左腿，現在是右腿。不過對付大腿抽筋最好的辦法就是這樣抬起來去拉伸它，在你即將感覺到它快抽筋的時候，立刻停下來拉伸，然後拉個30多秒、1分鐘左右，再把它放下來，這樣揉一揉就會緩解很多。白不白？狗擦邊是不是？沒有啊，我就是很白啊，我只在說我的膚色。朋友們，大好山河還是河山好大呢？我覺得都對吧？
確實河山好大呀，累死了。朋友们，还有这麼長，還有這麼長。我靠！你看後面泰安市，泰安市已經亮起了燈光。我們本來是日爬的，結果現在整成夜爬了。走吧，終於看到這塊牌子了，生鮮坊。從這兒再往上爬，就升仙了。哎，我已經升仙了，腿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。啊，終於到了南天門，勝利！這是我們的來時路。終於到南天門了，現在的時間是7點50分。對，從中天門出發應該是在5點左右，用時2個小時50分鐘到達南天门。這邊都是租棉大衣的地方。我10年前爬泰山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山頂上租的大衣都是那種被醃入味了的那種。但是我看現在這邊租的這些大衣啊，都還挺乾淨的呢，每一個都用塑料袋套着。家人們，我們到天街了，這裡面沿街全是各種商店，還有賓館。南天門還不是最終的勝利啊，我們再走半小時到氣象賓館才是最終的勝利。我們終於到了，今天晚上我們就要住在氣象站。日观峰气象台，這是山東省海拔最高的一個建築。它甚至在網上有時候都不支持預定。這可能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住氣象台。Hello。咱們這兒有水嗎？喝水啊？不是，就那個洗臉啥的水。洗澡行。洗澡也行啊。能吃飯嗎？吃飯是光泡面。啊，那也行。泡面也行。吃的就行。根植戴頂，觀雲側天，守護七魯，敢當奉獻。哇，可以，不錯，相當不錯。專門給你留的。哇，相當不錯，謝謝。朋友們，這就是我們在泰山頂上住的酒店。這邊有2張床，我們訂的是一個標間，然後床中間有一個床頭櫃，這裡還可以放一些行李。然後這個房間是有獨立衛浴的，可以洗澡，連拖鞋也準備好了，還有毛巾也準備好了。這裡有一隻巨大的蟋蟀，休息的地方2個藤椅，拖鞋還有洗漱包都在這兒，衛生紙都在這兒呢，還給準備了1桶飲用水，還有吹風機，然後以及電視、晾衣架，基本生活物品一應俱全。整體水平啊，可能跟山下沒法比啊，但是這是在泰山頂上。哎，有一個這麼溫馨的地方，我真的都快哭了。一想到它的價格，我更想哭了。大家來猜一下這個房間的價格是多少錢？1後面幾個零？1後面幾個零？1後面3個零。這個房間1天的價格是1000塊錢，1晚的價格。這應該是泰山上面最貴的酒店了，朋友們，請給我們投幣、點讚、一鍵3連，關注我們，你們對我們的支持真的特別重要。你能吃幾桶泡麵？你吃2桶。我吃2桶。那我也吃2桶吧。我必須吃2桶。我們今天買，要不我們買5桶，你吃3桶，我吃2桶。要5桶。啊？5桶。我先來3桶吧，然後那桶大的。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飯，3桶泡麵加上1瓶可樂。1桶泡麵20塊錢，可樂是10塊錢。我覺得也還行，因為就我們2個人，如果去天街上吃飯的話，可能2碗麵也差不多要70，所以這個氣象宾馆我覺得賣的這些吃的喝的的話，價格其實是還算可以的，向天街看齊。對。剛剛出去吃了個飯，小蟋蟀不見了。哦，吹死了！朋友們，早上好，现在是早晨凌晨4点半，
看我的身後，現在天際線的方向已經破曉了，能看到霞光，非常的壯觀和漂亮。哇，等着看日出的人群，人山人海啊！大石头上都已经站满了，感觉已经没有其他的空位置了。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点34分。哎，现在还有30分钟，我们就能看到今天的朝阳了。这是你第几次在泰山上看日出了？第3次。前2次我都是在某一个大石头上裹着大衣过了一夜，冻得瑟瑟发抖，还睡不好，因為周圍太吵了。有一輛飛機在天際線上空駛過，它拉出了一道長長的飛機線。不知道飛機上的人是不是已經看到日出了呢？哇，太陽已經探出半個腦袋來了。朋友們，現在是早上的9點48分，我們已經從酒店退房了。這邊的這個賓館退房時間是上午的10點鐘啊，所以現在我們剛剛好是卡在了退房時間點之前，把房退掉了。我們接下來就在這個南天門這上面逛一逛吧。1、2、3、go！ 孔子小天下處。這還是大明崇禎年間的呢。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中學語文課上的那句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孔子登上東山，覺得魯國變小了；登上泰山，覺得天下變小了。站得高才能眼界開闊，有博大的胸懷，這也是泰山儒家文化的標誌碑。玉皇頂就是泰山最高的地方了。走吧，我們去找一下玉皇頂。朋友們，這是正版的5岳獨尊啊！這塊石頭已經25億6千萬年了，這人也太多了吧？這排隊拍照能拍上？花錢不排隊啊？能一下嗎？哇，這邊排隊的人太多了，我們就簡單跟5岳獨尊合個影。哎呀，這玩意兒我這邊都3點了，來，你就給我2秒鐘。幸虧我們已經在火車站前面提前拍過了，我們就不擠了。我們準備去下一個景點。明天泰山頂上這個5岳獨尊這幾個字前面指定人擠人，我現在在這兒拍了，同款啊！我去，這人，哇，玉皇頂，這門都進不去了。要不我們就不進了吧？這感覺進不去的樣子啊！朋友們，我終於進來了。我的天！進來了又能怎？根本就沒有地方挪動腳步。我有點後悔進來了，這玉皇頂。花爺，家人們終於拍到了啊！這幾塊石頭就是泰山的極頂了。泰山極頂1545米，這就是泰山海拔最高的一個地方了。人們現在在投擲硬幣，希望能夠把那個硬幣投擲到玉皇頂中間的這個金鐘裡面，以祈求好運。看到這個視頻的朋友們，也給我們這個視頻投2個幣吧。
就相当于你也在泰山极顶上丢硬币祈福了。朋友们，我要撤了，我要撤了。这里面走路转身都非常困难，人太多了。这是什么服务？这？今天是3月初3，王母娘娘的诞辰，再加上今天还是周末，所以这个泰山上的人格外的多，基本上就是摩肩接踵，人山人海。我们现在要去天街吃点东西，不知道这个南天门这边的物价比山下的中天门、一天门贵多少呢？我們一起去看一看。這邊是天街啊，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蜜雪冰城多少錢。南天門上的蜜雪冰城，24小時營業的，只有百香果，9塊錢一杯。在山下的百香果好像也是8、9塊錢吧，跟山下應該差不了多少錢，可能也貴1塊錢，還是比較物美價廉，比較實惠的，漲1塊錢我能接受。你好，水怎麼賣的？10塊、8塊、5塊。一共多少錢？15。好的。我們打算就是這家天街餐飲，看看裡面都有什麼吃的，什麼價格。清炒上，哎，那個花菜有嗎？韓國花菜。大蔥炒雞蛋。大蔥炒雞蛋，對。然後2個米飯。哦，謝謝。這是泰山頂上南天門的這個拉麵啊，20塊錢一碗，跟我們昨天在氣象賓館吃的泡麵一個價。我們本來點了2個菜，2碗米飯，一共108，然後我們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決定點2碗拉麵，2碗一共才40。煮的一個改成是改花花，還不錯，這拉麵上還有蔥花呢。我們現在要從南天門走到中天門，再來一遍18盤。出南天門都要排隊。還是人。現在我們準備去下這個18盤，這個18盤下山的路人也超級多。下也不是很好下的樣子。現在後邊就源源不斷的人在擠着我往下走。走吧。走吧。雖然說上山容易下山難，我們昨天晚上往上爬的時候，這一段路大概用了1個小時左右。我們今天從上面下來，我感覺也就用了5分鐘就下來了。泰山小瀑布，水一定非常好。終於到中天門大巴車下山處了，我們從中天門往下就坐大巴車走吧。大巴車票多少錢？大巴車票一共40塊錢，2個人是80。OK。起床了，豆子。痛。不痛啊？不痛啊？你哪兒痛？我两条腿酸痛啊！我靠！哦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昨天從泰山上下來之後呢，我們又換了另外一家酒店。這家酒店離火車站更近，而且它的價格更便宜，只需要98塊錢一晚，性價比非常高。今天呢，我們就打算簡單逛一下泰安市，主要是去品嘗一下當地的一些特色美食。泰山自古便是華夏文明的聖山，歷代帝王前來封禪祭祀，必先駐足岱廟，然後才是登臨泰山。岱廟並不是一座普通的廟宇，它和北京故宮、承德避暑山莊、曲阜三孔並稱為中國4大古建築群，是中國古代帝王供奉泰山神靈、舉行祭祀大典的場所。朋友們如果來爬泰山，推薦也去岱廟逛一逛。朋友們，在岱廟的南門，這個就是岱廟坊。
修建於清朝康熙年間。这個岱廟坊上的楹聯呀，堪稱是泰山地位的點睛之筆。它上面寫着“峻極於天，贊化體，原生萬物。地出乎震，鶴聲啄鈴震東方”。岱廟的門票20塊錢一張，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值的。岱廟始建於西漢，後面的朝代又經過了翻修。所以它距今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。路邊有一排的石碑，這些石碑分別刻於宋朝、元朝、明朝、清朝時期。大家看這些碑上的文字，不仔細看都已經看不太清楚了。這些碑都非常開門啊。這是岱廟裡最大的宋碑，這塊碑立於公元1124年，北宋宣和6年。底下有一個石龜的底座。這個石龜號稱是山東第一大龜。這塊碑是宋徽宗下令立的，記載當年大規模修缮岱廟，共建了813間建築的盛況。在這塊碑的背後有“萬代瞻仰”4個大字，這4個字非常的大，所以每個經過這塊石碑旁邊的人都會駐足停留拍照。這棵長得非常扭曲的樹是圓柏樹，它距今已經有500年的歷史了。500年前，也就是明朝時期，所以它的一些枝幹其實已經，比如說像這部分，我不知道现在還活沒活着，好像已經死亡了。這是一棵有着2100年歷史的柏樹，相傳是漢武帝來封禪泰山時所種植的。從岱廟北門出來之後，有一條非常長的街，街的兩邊有各種商戶，還有小攤小販，生活氣息特別濃厚。所以我們打算在這裡簡單逛一下。路邊有賣蔬菜的，還有賣各種乾貨的。来，您買的是買的啥都？我买的荷香。荷香是什么？荷香炒雞蛋吃的。哦。炒雞蛋吃的，我沒見過這東西。哎，這個你把它捏着不就沒？我瞅瞅。冷香，炸着吃，炒鸡蛋冷口，冷香。你看，对，血香，有味没？啊，是香。香哈。对对对，是香。是香。那您这个您怎么卖呀？这儿，10塊錢一配。我們買了吧？冷香，你家。啊，好好好。行，正好，今天回去炒個雞蛋。這個是什麼？豬耳朵殼。豬耳朵殼。哎。都是您自己種的呀？哎，山上的。山上像野菜，俺是山味的。哦，一个那么的，就香。那些人都知道，不知不道咱不敢来呀。你就打远的人呀了解嘛。我們之前打車的時候，出租車司機跟我們說，岱廟周圍啊，就是原來的泰安老城區，生活氣息非常濃厚的一條街。這麼大的柿子，這怎麼西紅柿怎麼賣呀？西紅柿4塊。4塊1斤，哎，這一個當季的，這是水果西紅柿。哦，哦，我在泰山上10塊錢3個。泰山上貴，人家跳山工得跳上去是吧？哦。一斤能買幾個？一斤買小的得買5、6個吧。哦。哎，這香椿芽怎麼賣呀？那個5塊。5塊啊。這個槐花呢？槐花5塊。山上的槐花。對。這大公雞真好看呀！挠挠癢。泰山炒雞，開吃。這炒雞其實我在山東各個城市都有吃過，我覺得每個城市的炒雞的味道都各具風格。我們這次吃的這個炒雞呢，我感覺應該是料炒的，因為它是有點這個湯汁水掛在上面的，也是這個鹹香口的。這一盤炒雞有3斤，所以我們2個人肯定吃不了，等會兒估計就要打包了。它這個炒雞呢，肉已經非常非常的鮮嫩，非常非常柔軟了，你很容易把它連湯帶肉把它從骨頭上剔下來，然後吞到肚子裡面，是一種頂級的美食享受。
朋友们，當你爬完一天泰山之後，下來吃一個泰山炒雞，真的。哦，就你吃上它的那一瞬間，你爬泰山所有的疲憊都通通煙消雲散了。這炒雞就能幫你恢復出十足的體力，讓你吃完了之後可能還有勁兒再爬一遍，完全治癒了我爬泰山所有的疲憊，超棒，真的超棒。来品嘗一下泰安的特色美食之一——泰山三美。它里面就是白菜、豆腐和这个水啊。这道菜我网上查了一些资料，相傳是明太祖朱元璋來泰山的時候，品嘗了這道這個白菜豆腐放在一起燉，他就說這個白菜美，豆腐美，水也美，所以就起了一個名字叫泰山三美。這是一道非常鮮美的湯菜，而且它的豆腐巨 Q 彈、巨滑，白白嫩嫩的，而且這碗湯的這個湯汁裡面應該是勾芡過的，非常的滑，喝到嘴裡面的時候，可能你不小心一出溜，它就下到肚子裡面去了。我們今天這頓飯一共花了104元，打包了大半份炒雞，相當於40塊錢的分量吧，我覺得。我們這頓泰山炒雞，你覺得性價比怎麼樣呢？泰山之泰是國泰民安的古老期許，也是華夏大地的精神圖騰。作為五岳之首，它承載着帝王風扇的莊重，鐫刻着文人墨客的情懷，安放着芸芸眾生的祈願。千百年間，不同身份、不同心境的人們，皆懷着對未來的美好期許，奔赴泰山而來。如今，更有科技為步履減輕負荷，消解攀登的疲憊，以輕盈姿態奔赴人間理想，以從容心境擁抱壯闊河山。讓千年河山的厚重與當代科技的溫柔共生，自此登高無難，歲歲安泰。